谁要来当第一棒？谁要优先来跟志宇这边？哦，雅婷是吗？好，来雅婷，请。谢谢团长的分享，我觉得你好棒。真的，然后我想要超厉害。请问一下团长，你在带那个向日葵家园那些少女是多大？然后当他们就是因为你知道每个都很有个性的时候，你要怎么征服他们？就是告诉他们说，其实他们会到那个机构，因为他们的脾气应该不好惹，也是个性也不是很好，很 soft，就是都是很硬的人，所以你要怎么借由攀岩，然后去帮助他们？谢谢。OK，他们那个家园带，我看过年纪最小的是小学5年级左右，那平均年龄大概多落在国高中，然后他们满18岁了以后就会需要离开家园这样子，因为毕竟他们已经成年了。对，那他们在过程中，其实我一直觉得攀岩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活动。对，像刚才你所讲的那些事情，在岩壁上面基本上不会发生。对，都是下来以后才会吵架，因为在墙壁上面，他的生命都掌控在我们身上啊。对啊，你会跟掌控着你生命的人吵架吗？呃如果说他跟我吵架，我会不会有机会不放他下来呢？对，这也是他需要考虑的后果啊。对啊，那攀岩的这个项目其实是，它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当你在墙壁上面的时候，你的身心都会关注在抓跟踩的位置，以及你会去思考，我接下来我要抓哪个石头，我要怎么样上去。所以它是一个会帮助你把注意力非常高度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运动。所以，当你在进行攀岩的时候，其实你，例如说你今天在公司里被老板骂啦，或者是你今天跟男朋友分手啦，你在墙上其实不会想到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都不会出现在你脑海里面，你的脑袋里就走，我就要抓住我不要掉下来这件事情。对，那当然，当他下来之后，他可能就会开始有些抱怨，例如说他这一次没有上去，是他觉得是下面的人没有拉紧。如果他拉得够紧，甚至他可以帮我拉一点，我是不是就有机会上去了？啊，甚至是他觉得，因为这个人他的收绳的速度比较慢，所以使得我在攀爬的时候绳子都是松的啊，我会感觉到很害怕、很紧张。OK，那像当这样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当然我们会跟他讲说，为什么你会感觉到绳子是松的啊？为什么他收绳子可能会有点跟不上啊？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拉得很近？那相对的，这些孩子你跟他讲完这些道理之后，其实他们不一定会相信或理你。但是接下来就是他们要做交换。啊，刚才帮你拉绳子的人就要换他爬了，那就要换你去帮他拉绳子了。那相对的，相同的事情是不是会发生在你身上？你是不是你抱怨人家没有帮你把绳子拉紧，但是你自己有办法帮人家把绳子拉紧吗？啊，你抱怨人家绳子来不及收，你自己收绳能够跟得上吗？啊，所以这也是一个互相的一个活动。对，你不希望发生在人身上的，你会让它发生在你自己身上啊。你所期望的，你期望人家帮你拉得很近，那你是不是能够在活动过程中把它也拉得很近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相对的，我希望他怎么对我，那我也要怎么样对他啊。我希望他可以让我爬得很安心，让他可以保护我的安全。那我是不是也要成为一个让他安心的人？然后我也可以保护他的安全。对啊，所以我是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尽量排解他们的一个状况。对，那当然啦，那这些孩子有的时候很有个性啊，例如说他可能今天身体不舒服，或那个来他就不来上课了哦，或者是今天在学校跟同学吵架，
他可能翘了半天的课，他晚上的课也跟着不来了啊，这些也都有可能。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慢慢的去跟他们要，例如说打好关系啦，或者是做一些互动这样子。但是又攀岩是算比较偏运动啦，或者偏比较有趣味性一点的一个活动，所以相对之下，对于跟学校的课业比起来，他们参加攀岩跟这些活动的兴致跟动力是比较高的，所以相对没有那么难处理这样子。对啊，这样子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您的问题呢？谢谢团长。啊，不会。好，谢谢雅婷的提问哦。那我们接下来谁想要提问呢？我们来邀请依萍团长。没有开麦克风。不好意思，没有开麦克风。好，不好意思，我们来那个邀请一下依萍团长好了，好不好？依萍团长都比较早休息。我就是怕被人家叫到，所以都提早休息。我们难得，就因为今天志宇是你们团的，所以我也想听听。依萍团长会给志宇什么样的一个反馈？我没有其他的想法啦，或是特别要问志宇，要问我私底下问他。谢谢。OK， 好，私底下这么秘密哈，待会剩下的人都接着说，我也都来私底下来问志宇了。谢谢。好，谢谢依萍团长。那我们接下来，好，我们来那个问一下，哎呦，我的猫咪突然间跳出来了，我们来听听猫咪好了，好不好？Hello， 高晓德。超开心的黑色猫咪。伙伴好，你那个团长好，那个团长好。带正常的一般生都已经很困难，还带那么多，特殊生，真是辛苦了。那有没有考虑想要办一团那个童军的或幼童军的攀岩的营队？童军跟幼童军的营队，基本上如果要办是可以啊，因为像我举例来讲好了，早期的新北市的攀岩专科章跟OK， 好，我带领过的是新北市的攀岩专科章的部分。那以前我工作的地方有承接攀岩专科章的考验营，那他们就是上我们的初级的确保课程。那出于确保课程上完之后，通过考核取得安检卡的认证，然后拿到安检卡就可以拿这张安检卡去换攀岩的专科章。所以在童军以上的部分的营队是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进行。那幼童军的营队的部分的话，像我们自己的攀岩的营队，就是针对小1到小4的年龄层。那我自己对于幼童军跟幼女童军的一个概念就是，会不停的玩游戏，然后从游戏中做学习，学习如何用团队的方式在里面做生活，用团队的方式去进行各种活动，从各种活动去做中学，学中做的部分。所以以我现在的固定的模式来讲，要把它套入在幼童军的部分，应该也是没有太大问题。那在里面再加入一些童军的礼仪啊，还有队伍的排列啊，还有一些童军的一些守则进去，其实要开这样的营队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这样子。OK， 好，谢谢。好，不会，谢谢。好，谢谢小德的提问。那我们接下来先来邀请林小德团长，好不好 ？Hello， 小德。我在，不好意思，刚刚没有听到，不好意思。没问题。好，请雅玲。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带这种探索上面的课程的时候，有时候会做一些反思，那你会不会针对这一个部分进行所谓的像你上课的课程的对象不同，做过不同的带领，那你会比较着重在哪一块的反思呢？
反思的部分的话，我通常不会跟，因为我的对象大部分是以初次体验跟孩童居多。那孩童的部分，我通常不会用很长的，例如说很长篇的话语去，或是各个不同的问题一直去询问他去做反思，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会不一定有耐心去跟你做回答，以及他们有时候的回答会很故意的很粗浅这样子，对。所以我通常会针对他们在攀爬的过程中去给予一些询问，或者是给予一些提醒，他刚才在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举例来讲，例如说我带的这个孩子，他爬上去了，但是他离那个终点只剩下好2米的距离好了。然后他那个时候吵着要下来 ，OK， 那我经由安抚跟那个帮他做一些鼓励，跟他讲说我们再试试看，试了以后我们目标到哪一颗石头就好，我可能会先给他一个比较低的目标，让他去做完成，然后他看到第一个目标比较低，他可能评估上是他自己可以做到的。他可能就会愿意去做尝试。那我通常给予他的目标就是一个很好抓起来会很有安全感的石头。所以通常这样的孩子，当他去完成比较低的目标，抓到很好抓的以后，那我就会开始说，那你脚踩哪里，然后手抓哪里，就故意不要让他去思考，去引导他去做往上攀爬。那他如果有接受鼓励的话，他可能就顺势攀爬，也许他就爬上去了。那他爬上去下来之后，那我就会问他，刚才你后面那一边是不是很简单？他可能就会回答你对，或者是他可能不会回答你或者是他说不会，还是很难。然后我会跟他讲说，刚才我是不是跟你讲过，上面难的已经过了，剩下都是简单的？那他可能说对。那如果在你说想要下来的时候你就下来，那是不是很可惜？然后我就会把这个问题丢给他，但是我在丢给他的时候，我会先帮他回想他刚才在上面面临的情况他回想了以后，我再把这个问题丢给他，让他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其实答案对他而言就很明显，因为他有坚持那一下子，所以他在这一次的攀爬是有成功的。那攀岩也是很好玩的一个活动，就是你在攀爬的过程中都是挫折，因为你会抓不住，你会害怕，你会觉得手滑等等有的没有的，可你只有到顶的那一瞬间才会获得成就感。所以当他到顶的时候，他是跨越了高度的恐惧感，跨越人的本能的恐惧感所获得的成就感，那成就感是比一般的运动还有比赛来得更强烈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帮助他回想刚才他差点要放弃的情景他做了什么事情，所以让他有完成这次的活动让他回去再去做思考这件事情所以我在带孩子的过程中进行反思跟大人的会比较不一样，因为大人是他可以自己去做回想，以及你提出问题的时候，他可以去做，真的是自己会去做思考。可是小朋友有的时候他不会把注意力专注在这上面，所以我会需要帮他再回想一下刚才他做了什么事情，他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会做什么，或者是他坚持了什么，使得他有完成。对，那这件事情，你回家以后会不会有其他相同的事情是可以运用的？当然这后面这句话我就不会问了，因为这个就是我就是让他会去做思考。对，那对孩子而言，他可能不一定会思考那么多，但是他就会有一个概念留在心里，就是如果我不那么快放弃，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做完成？对，我是不是下一次爬的时候，我就不要那么快下来那可以开始跟我们做一些沟通，或者是请我们做一些指导等等的情况。
对，所以我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帮他们做我个人觉得比较简单的反思跟引导的部分啦。那像这个部分，反思跟引导也是我一直想要去学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我都只是实际的经验上的带领，我比较缺乏理论上的一些练习的部分。对，所以也一直想要去学这个相关的部分，帮自己做加强。对啊，这样子，您可以了解我刚刚讲的部分吗？这样，不好意思。好，凯琳有没有？有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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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哦。从那个小小的地方体验的那个过程去引导他，然后再去做比较浅的，不用太深入。其实小孩子就是体验，然后你在里面有带给他一点点思考，他们就慢慢的就会内化成自己的经验这样。谢谢你。不会不会不会，像其实有的时候看到最明显就是这个孩子在今天他怕的要死，骂的要死，在上面可能脏话就全部都讲出来，对，然后下来之后，他下个礼拜又出现了，那你就知道在这个礼拜他可能在家里面他的思考的方法各方面有做了很多的转变，对。好哦，谢谢雅玲的提问。那我们接下来 ，Hello， 林小德团长，请。好，各位团长大家好，还有各位伙伴大家好。对，我最主要只是想要问的就是，如果要举办这种就所谓的攀岩的专科章，必须要有基本的认识嘛。所以像要如何才能能去学习到这种攀岩的最基础的它的一些理论跟那种就是基础的那种教练的，就像攀树有一个最基本的那种丙级的那种技术证的考核，但是如果像攀岩的部分，我目前是完全没有接收到这部分的讯息，所以说如果要去学习这种最基础的类似说丙级的那种攀岩的技术证，要如何去获得这样子？这是我第一个问题。OK， 好，那我回答一下好了。攀岩的证照现在有分为几个模式。首先，第一个是各岩馆所发的安全认证检查卡。那安全认证检查卡指的是你经过这间攀岩馆的认证之后，代表你具有基本的安全保护能力，你可以带着你的朋友或者是你自己过来到攀岩馆里面做攀爬。那这个部分你就只要收取入场费就可以了。那装备你可以使用自己的装备，或者是跟场馆租借装备。那这个部分的价格其实是比较便宜的，因为当你具有基本的安全保护能力的时候，教练不用一对一跟在旁边，我只要一个驻场教练看所有的人就可以了。那像这个部分是各岩馆有自己的安检卡的认证。那主要的认证内容就是在于，例如说装备的穿着、绳结、确保器的装置、正确的安全观念，还有操作的模式。OK， 那基本上这个考完就是当绳索已经架设好的情况之下，我可以保护绑着绳索往上攀爬的人。这个是属于 top row， 就是顶绳攀登的部分。OK， 那关于比较正式的认证，在台湾主要发证单位有2个，一个是中华民国攀登协会，一个是中华民国山岳协会。那
中华民国攀登协会，它就是台湾在地协会，它就是发甲乙丙级，对。但是它的内容，我个人觉得比较没有那么的严谨，对。那中华民国山岳协会的攀委会，它是目前在台湾的选手出国做比赛，都是由他们来做代理的。那他们所发的证照是 C 级教练、B 级教练跟 A 级教练，因为他们是国际攀委会的会员，所以用 A、B、C 级来做分级。但是攀岩这个项目又比较特别一点，就是你要成为攀岩教练，你需要有基本能力，所以他会需要去通过 CBT， 就是 Climbing Belay Test 攀登能力测验。你通过攀登能力测验之后，才能够去报名C级教练的讲习。对，那C级教练讲习完了以后，还会有能力的认证攀爬能力的认证，都认证完了以后，才可以正式取得 C 级教练。所以它以难度来讲的话，如果你本身并不是从事攀岩职业的人，或者是从事攀岩有一段时间的人，是有点难取得的。像例如说攀岩的选手要去取得这个教练认证，其实也是有点困难大部分选手攀爬能力都很好啊，安全保护能力都很好啊，但是他们比较缺乏的就是在里面有一个叫做试讲试教他会给你个题目，然后去如何去教人家这些项目他们大部分会摆在试讲试教。然后像我们有一些教练他刚开始接触没多久去考这个认证，他攀爬的年资没有很久，所以可能比较容易在攀爬能力的这个部分被刷下来。对，所以像我拿到C级教练证的时候，那个时候全台湾大概只有30几个 C级教练。那隔了3年，我再去做复训的时候，也还是只有30几个。因为从事攀岩这个职业的人有点少，那有很多人是，例如说他本身是学校社团，或者是他想要给自己一个认证，所以他考过了，可是考过之后3年他没有做复训，所以这个又失效，所以持续有效的，在我那个时候大概只有30几位。那现在当然不止啦，现在就是各岩馆的，现在台湾的岩馆越来越多发展比较好了，所以这个部分人数都有起来这样子。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个人是蛮推荐可以去拿中华民国山岳协会的那个 C 级教练。对，当你拿到 A 级教练，就可以带选手出国比赛了。对。谢谢团长也的回答，因为我这样的话，我觉得要举办一个类似这样子的所谓的攀爬的那种专科章，难度真的有点高。如果以专科章来讲，当初我们在帮新北市的童军会的时候，是以教初级攀岩课程的部分，就是我们自己岩馆的安检卡认证的这个能力就够了。对，因为我们自己的攀岩馆的安检卡认证就是 Top Row 这个顶绳攀登的确保能力的认证。那如果你要拿教练证，它就是要更进阶，必须要具有 leading， 也就是先锋的能力，就是指这个墙上没有绳子，你是第一个要上去挂绳子人所要用的技巧。像我们去户外天然岩场攀岩，总是要有第一个先锋者上去挂绳子嘛。对，这个技巧是属于C级教练的范畴。那各岩馆有各岩馆那种只有已经绳子架设好了，然后当你往上爬的时候，我在下面保护你的时候，我所需要的这个能力，那个是安检卡的范畴。不好意思，那我请问一下，那没有，如果这样的话，要举办所谓的攀岩的专科章的话，不用一个C级教练吗？还是说只要有攀岩的那种一些基本知识
就可以来举办这个吗？因为像急救专科章最基本的话，就是要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种教练，他们没有是一些专业人士来没有协助帮忙，才有办法举办那种所谓急救专科章这样子。因为我们当初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是委托我们攀岩馆做举办，所以教学的教练都是我们的攀岩馆教练。那像以我的攀岩馆来讲，我2间攀岩馆，我目前2个正职的教练都是有 C 级教练，那其他的兼职教练都是有通过我们自己本身的安检卡的认证的部分，对，所以他们通常就是把这个全权交给我们，然后我们在跟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提出 ，OK， 你的攀岩专科章需要具备哪些能力？那我们是属于上完课就可以拿到，还是说上完课之后通过考核取得我们的安检卡认证，也可以直接拿安检卡认证去换专科章？这个是在早期的那个时候应该是10年前的事情了。对，因为现在我知道没有在办这个部分的那个考验营。对，以前是有在办这个部分。对啊10年前的，这个真的有点远了。对，有点远了。但是这样的话，真的各县市要普及率的话，那就变成有点类似没有，就我不是说对没有这种专科章的那种意思有所不敬之类的，因为有没有现在有很多专科章，基本上跟现在时事上真的有点不太符合，就是没有，就是说一定要有专业人员，再没有还要他有需要一些基本上的，就是教练要有取得一定的资格的认证，这样子的话，他所举办的所谓的专科章就必须才有所谓的那种人家所谓的认证合可。所以我们有一些专科章上面的话，我就觉得现在要举办，那就会变成非常的难以举办。我举个例子好了，因为像以攀岩来讲，它并不是国花15个专科章必备的专科章的项目，所以基本上会让人家有兴趣不多。那早期就是大概10年前或15年前左右，那个时候是我们可以拿着安检卡，攀岩馆的安检卡去换专科章，以及我自己本身，例如说我有去参加过红十字会的高级急救我有急救证的话，我可以直接拿急救证去换专科章，在早期那个时候是这样。对，那现在的部分像急救专科章，还有所谓的烹饪专科章，都是有专门的考验营出来。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部分，就是会可以统一大家学习的单位跟那个内容，对，也可以确保这个内容是有一定的程度的。像以前烹饪专科章就没有专门的考验营，所以你确定那些小朋友煮出来的东西可以吃吗？对，可能有时候有味道啦，但是真的有到厨师的程度，可能有点难讲嘛。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每一个时期在总市会他们在办理这些专科章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考量。对，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是已经，我觉得像急救专科章跟急救考验营跟烹饪营的部分，其实都已经开始有找比较专业的人来做教学了，而并不是让我们自己去外面学一学，然后自己过来就可以换一个专科章。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慢慢都是有往这方面去做那个发展的啦。对啊。是这样子，就是相对性有一些问题产生，就是那所谓教练基本上不是那么好能联络上，
还有就是有些地区就是缺少那些专门的教练，他们的可以出来配合。没有，而且像你们有没有，就是在北市的话，那基本上很多比较专业人员，那个基本上比较好找。在有一些比较偏乡或者说那种地区比较少这些专业人员的话，真的我们这些单位的话要去找那些比较专业人员，就真的相对的很难找。其实我举例来讲啦，这些教练来找台北市的，我觉得也是可以啊，对吧？只是例如说烹饪专科章的话，你是不是有那个场地让他做使用？像我们如果以攀岩来讲，你要我来做一个攀岩专科章的一个教学，我也要有个岩墙在那边，我才有办法嘛。我人可以过去，那都没问题啊。但是你还是会需要有场地嘛，对啊，器材甚至我们准备也都 OK 啊。但是没有场地，我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样子。好，那我请教一个问题哦，志宇团长，关于就是安全检查卡认证的这个部分啊，一般就是在普遍以就是你之前就是所接触过的是同军伙伴他们去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认证，它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的一个授课，然后以及练习会足够，就是让一般的伙伴他们是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可以达到？我自己这边的课程，它是三堂课，一堂课3个小时，总共9个小时的时间。对，那9个小时的课程上完之后，会有安检卡的考核认证。那通常第一次就可以过的大概是3成。对，那通常大部分过的次数就是考第2次至第3次左右比较会通过，因为毕竟你要保护在墙面上攀爬的人，所以对于安全保护这个部分，我们攀岩馆的态度是希望你是可以严谨的，对，你是可以很熟练的去保护上面攀爬的人，所以像这个时候的安检卡的认证，其实都会是比较严格一点。对，那上课的技术大概就是6至9小时是可以上完，我自己啦，对，我有听过很短时间可以上完的，对，我也很有兴趣想看看它到底怎么很短时间可以上完，对啊。了解，好，那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像小的团长，像他们是住在南部嘛，对不对？好，就是说，如果他们很有兴趣想要上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话，那也许是不是说，就是可能人数够多，然后安排，比如说6日2天 ，OK， 好，那这样子的时间可能是就会足够可以去满9个小时，或者说再加上就是练习，像比如说考1次或2次，我想就是。考1次，其实他可能好像是接着考，可能隔天，对不对？那早上时间，如果说早上时间没有考过，那需要多一些的练习的话，再多一些的这样的练习是在下午当天这样子的一个部分，这个是这样子的练习的时间，我不太晓得哈，就是说一般你所看到，就是说第2次、第3次的练习，一般到这样的层级才有机会通过的比较多的话，那这样子的。他们的以你的经验，他们的练习时间大概是多少呢？如果说要2天之内就考完通过的话，其实我觉得会有一点太赶。对，因为像一般来讲的话，通常我会考完之后，如果他没通过，会要求隔天才可以再考核。因为你考核完了之后，我会跟你说明哪些地方要调整，哪些地方要修正。但是你马上再考，你一定会啊。可是如果你可以隔1天，你睡一觉起来你都还记得，那代表你是有把它吸收进去的。对，所以说如果你想要考核取得这个的能力跟安检卡的考核，我个人还是建议找离你比较近的攀岩馆会比较合适。因为你学完这些技术之后，如果你没有持续操作，其实很快就忘了，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你平常一般运动会做的事情啊。那如果说你是
想要取得这样一个认证，以及你有地方可以做练习，那其实就可以会比较容易把这个东西学习起来这样子。我不知道小德团长您是在哪个县市呢？我是在嘉义市，我目前嘉义市吗？对，嘉义市服务。嘉义市我记得嘉义运动中心跟嘉义火车站附近有个嘉义攀委会，有那边应该都有。我知道，对对对，就是没有，如果要联络的话，到时候要举行这方面的就是考研之类的话，我觉得没办法，这没办法。好，没有关系。对啊，那有机会的话，可以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我提供一些讯息给你这样。因为呢，就是像在修个专任上的话，他们是没有就像自己团长讲的，就是没有2天1夜这样子没有，他们就是尽量让伙伴他们就是学习在实作，在没有如果不行的话，还可以在一个所谓的复考，就是没有但是在攀岩的部分。我就是有点就是纳闷，就是如果要直接这样子做的话，可能就是必须要有所谓的专业的教练这样。我是在想说，没有，如果在这个的话，没有这攀岩的部分是以小狼以上，或者是说同居以上会比较适合来做这些就是攀岩的部分的活动会比较好，还是说这种真的是没有所谓的限制？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活动上真的就有体力上跟我们实际在操作上，像攀树的话，我觉得太小了，真的小朋友真的不 OK。再来就是他们有一些即使符合以后，但是他们的一些年龄限制，还有就是刚才说特殊的伙伴他们的在尝试这个活动里面，我有接触到的，就像就是至于团长你讲的一些自闭症的那种的小朋友，还有一些不是我们就是所谓的他们就是说发展迟缓，还有一些他们我目前遇到的是没有所谓的就是所谓的你刚才在讲的有那种就是失聪的那种小朋友，但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小朋友我有遇到过，但是他们在从事所谓攀树的活动的时候，他们的表现跟能力能符合这个大众所去做这个活动的限制，真的有所区别。但是我不是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在举办的活动就是所谓的大众活动，不是说像志远团长说，就是专门就是有开辟这个课程给他们的，所以我们的话就有一些取舍。OK 的话，我们就让他觉得可以，就让他上去；再不 OK 的话，我们真的就是在他最初期的时候就要真的很不好意思，就说请他们说，改天再来尝试看看这种的活动的情况下，
要如何去取舍，这样看是要小羊可以，或者是要同举上的那种伙伴来参加这个活动。好，我简单的说明一下好了。像我们做低空抱石的部分的话，大概我主要年龄层是抓到小1至小6的年龄层。好，那小1到小6年龄层，我的带领方式，他要同年龄层的我也可以带领，或是小1到小6混龄的我也可以带领。那当然带领的方式跟节奏，你其实就要做一些区分。那国中以上男童、女童，或者是形意、拦截，甚至到罗浮以上就是对于上攀，就是可以绑绳子去做高空的攀爬，这个部分对于他们而言是会比较有刺激感的。对，而且相对的是可以让他们去做互相的做保护跟培养责任感跟信任的部分。对，所以我在这部分会有做这样的差别。那比较特殊的族群，我个人就会建议最好是单独拉出来做操作，因为他们的节奏会跟一般的那个孩子会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举例来讲好了，假设是我带攀树，我可能现场有6条绳子 ，OK， 那我可能里面有4条绳子，我会就是假设我的特殊的孩子比较多一点，他可能有10个，然后另外的比较一般的孩子可能是20个，那我可能4条绳子是给20个的这个孩子来做操作，另外2条绳子就是让比较需要帮助的孩子让他来做操作，但是我就不会让他们活动是在同一个频率跟节奏上面，因为毕竟他们需要的节奏是不同的。对，所以我会用这样的一个区分来做带领。对啊，那当你要用团体的方式来带领的话，因为毕竟节奏不同，所以你在带领起来，一般的孩子可能会觉得被耽误到时间，觉得太慢，然后那个比较需要帮助的孩子，他可能在挑战的过程中，其实他觉得他应该可以的，他是想要的，可是他的时间不够他去做完成。对，所以通常我这个部分我会比较建议分开来，取得的效果会比较好。对啊，那我自己在带攀岩，以爬到顶来讲，我带过年纪最小的是4岁爬到顶，年纪最大是85岁爬到顶。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没有特殊的疾病或者特殊的身体需求，又不会很怕高的话，我觉得应该都不会有太大问题。以攀岩这个部分。好，谢谢。因为就是真的，个人需求，在我们真的很想为他们服务，可是就是会有遇到这一点点的小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取舍。谢谢你，谢谢团长的回答。至于团长，那非常谢谢你耶，这2场就是内容非常的精彩，我觉得就是这些内容对未来的童军伙伴，不管是不是童军伙伴，因为我们的讯息其实它会发布是整个是开放的部分就是很多人他们看到这样的讯息都能够受惠，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部分。然后另外，其实我觉得这样听完了这2场自己有一种想法，会觉得很想找个时间就是也请那个至于团长安排一下，然后我们来去就是攀岩馆来个1日体验之类的。如果伙伴们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来做这样子的安排，一起来去就是去学习。OK， 这没问题。那至于主要是至于团长你的分享真的很棒，而且尤其在那些特殊的小朋友他们身上他们所付出的，我觉得你真的很棒。像我们的话，真的就是没有所谓那么有能力去帮忙，他们去付出这些。再来像我的话，我们下一次就是有一个科学1668的部分，我们就是有一个那种攀竹的体验。他体验的就是说，所有的市民跟所有外地来的朋友，他们的那种来这里要体验的话，我们都可以直接，我们同居的部分都可以帮忙，而且去
无偿的去替他们的服务。可是没有，我已经连续好几年有在那边去服务了。我有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遇到很多这些比较特殊的朋友，可是他们虽然是特殊，可是他们的能力，说实在的，我遇到的那些小朋友，他们不会输于我们没有那些所谓的正常，而且没有普通的小朋友的能力，有时候还超过他们的能力。说实在，我真的很佩服他们那些小朋友，但是没有那些妈妈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服务了他们以后，他们竟然会这样，有点快要以泪这样没有的感谢我们说，那时候我真的会没有，说在内心会觉得说，不是我们服务的好，是你们小朋友表现的好。在另外一方面，基本上应该说，你们这些家长真的付出的比我们所能预见的那些家长的能力更好，所以才能培养出这样的小朋友，却超乎我们所谓的平常那些小朋友的能力还要再更加的强大。真的，我觉得季团长你真的很厉害。好，谢谢。好，谢谢小德团长哈，给予几家的肯定哈。那我们智博团长就是那个上线麦克风没有开哦。不好意思，好，不好意思，好，谢谢小德团长哈，给予志宇这么样的一个肯定哈，的确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有听到就是这两场我们大概是都晓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就是贡献哈，不管是属于是童军或者是在攀岩界，是真的是也帮助了很多的人哈。那智博团长，你终于又上线了，有没有什么要反馈给我们志宇呢？没有，我就是有空就多听，然后我感觉攀岩真的是蛮不错的，对小孩子来讲益处也很多。我早在20几年前，事实上我就有拿到7级教练了。我们智博团长是多才多艺，当时是我在 YNCA， 然后我们那个攀岩场是在3里面有，然后省行役挑战营的时候，我们曾经考过3场。我们在中正露营区跟新龙岗都有搭建岩场，所以说在这一块我并不陌生啊。但是如果按照以前我们所学，一开始不是就开始攀岩，并不是，而是从垂降开始，先学会所谓的垂降，然后到攀岩。那事实上衍生之后，才有所谓的登树这一些活动出来哦。那早年事实上真的如刚刚有一位伙伴在讲说，真的是蛮盛行的，因为那时候我们电影看多了嘛，还有蜘蛛超人啊那个然后大家对攀岩说实在就蛮感兴趣的。我记得我以前我在幼童军的时候，国小的时候，当时我们3重大概都是4楼5楼透天那种换处就是整排的。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跟我舅舅、我弟弟，然后表弟们，然后我们都会到那个楼顶上去然后说实在，我们都会来比赛谁勇敢，然后我们就会一动一动跳那种极限运动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极限运动。等一下，这个跳到底是怎么个跳法？我们就会从水塔，如果是4楼，我们就从水塔跳到隔壁楼的5楼的楼顶，然后就是一动一动跳真的说实在，真的是蛮刺激的。然后再来就是以前的垃圾场，我们学校的垃圾场，正义国小的垃圾场，然后就刚好是在厕所旁边。我们以前说实在，我们也真的是敢从2楼跳到垃圾场去这些都是属于所谓的
那种跟自己的勇气挑战，而且说是在同学之间呢，都会兴起一种热潮。我必须要讲回来，事实上极限运动蛮适合小孩子的，而且说实在，真的只要管理得当，安全性可嘉，然后真的都可以突破自我，而且这种突破说实在，如同是身心灵的一种提升，真的是蛮不错的。我本来想请教世宇团长说，你有没有去碰到恐高的小孩子？你们如何去做处理？恐高的孩子哦，恐高有啊，我有碰过，就是大部分的孩子其实都会有恐高啦。那恐高跟惧高症是不一样的。对，惧高症我有遇过一次，我只遇过一次，就是他大概到4米至5米左右高度，他就休克，对，他就直接昏过去。然后昏过去没多久，马上又醒来这样子，因为他的恐惧感强烈到已经强迫自己的身体宕机这样子。对，那大部分的人是害怕高的部分。那如果他没有办法爬到顶，那我会希望鼓励他去多多尝试。所以我们在做带领体验的方式，都是以半个小时为一个场次，并不是以次数作为场次。对。那其他严管大部分是以次数，就是例如说我爬个2次就结束了。那我们在带的时候是半个小时之内，如果他不是很怕高，能力不错，他半个小时之内可以爬多少条都可以。那如果说他是比较怕高的，那我们就会鼓励他多做尝试。例如说他真的不行下来，那鼓励他时间内多试几次，他愿意试就有成功或进步的机会。那这个孩子我就重点会放在鼓励他愿意试这件事情上，而并不是我碰到困难或挫折我就放弃了，就不试了。对，那你每试一次，你可以给自己多一次的练习，那你后面就会慢慢发现，好像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可怕，或者是你可能会发现你比你想象中的更厉害那也许你这次不能完成，但是你有这样的心态在，你未来愿意再试，你未来就是可能会有进步或成功的机会。所以我重点会放在这个部分去做带领，对于比较怕高的孩子的部分。事实上，这个是一个重点。然后就是再来的话，就是因为每一个小孩子的那个手指跟脚的这个部分的协和，就是如何协调性的部分，对，协调，这个好像也是非常重要，甚至于平衡因为比较到高阶一点的话来讲的话，说实在，它的延长几乎说实在都会反15度，或者是几度的都变成就只需要双臂的力量而已就脚的部分说实在就比较不会有，所以说这是又是比较高阶的。那你现在主要就是在小孩子们的这个部分。那如果到童军跟行李的部分，老实讲，这个话来讲的话，又比较有挑战性了。老实讲那我们现在新北市这边的话来讲的话，童军跟行李这个部分的攀岩，我们也有在做吗？这几年我比较没有听说，但是在之前大概10年前那个时候，是我们有合作过，帮忙新北市的童军会有办那个攀岩专科章的考验。那个时候我记得是连办了2、3届有。对，那现在就比较没有听说了。事实上，像这样子一套装备下来如果是小孩子们自己愿意自己买的话，以现在的行情价钱，然后跟全配这样大概要花多少钱？全配因为其实要看你使用的器材种类，因为有比较贵一点的器材，就是例如说它的操作方式比较不一样，也有比较便宜的器材。我们不是都有操作几次的寿命之后就不能用了吗？绳子要看，一般来讲，绳子如果没有遭受到重坠落，然后你平常有在操作，大概
如果像我们攀岩馆的操作，大概是1年会换一次绳子，1年才换一次。对，因为要看用过几次之后嘛。使用过几次指的是，如果它有重坠落达到几次，它就要换。那所谓的重坠落，就是它的坠落的距离是很远的，产生很大的冲击力，对于绳子的伤害是比较大的。那这个部分以现在的绳子的规范来讲，是达到6KN 以上的坠落力达到7次，同一个点达到7次，它可能会发生断裂。那一般来讲，大概只要有个2次到3次，大概这条绳就要换掉。对，但是像我们以攀岩馆来讲，绳索已经架设好在上面的情况之下，它是不容易发生重坠落的情况。所以我们1年换一次绳子，它通常并不是因为这个绳子已经不安全了，而是因为这个绳子经过使用之后，它的表皮开始变得粗糙，它里面的绳芯开始有一点扩散，所以使得它变得比较粗、比较软。所以你在操作的人在收绳子的情况之下会比较难去操作，所以在他开始难操作的情况之下，也许就开始会影响到他收绳子的安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把绳子换掉，但是并不是说这个绳子已经不安全，我们可能就拿去做一些比较刺激，例如说固定点的架设使用等等之类的。对，但是如果以绳子来讲，你打开没有用，大概5年的时间，它因为是尼龙纤维，所以它可能就会有氧化的情况。那我个人就会不建议再做使用，因为那个时候的绳子你在拿起来摸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类似水解脱胶的感觉。对，就跟我们的球鞋，如果你放了1年没有穿，它可能环保鞋底开始会脆化。可是如果你有穿，你可能穿个2、3年它都不会坏。这样的一个道理。刚刚也有一位伙伴问得很好，现在所谓的自由攀岩，那事实上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去这个西级证照的时候，也有讲到这一个部分哦，像石壁的那种判定啊，或者是建筑建构的选择啊，真的是都有那我感觉听你在讲，好像都比较属于变成探索教育的一环。那对，我做的比较偏这个部分，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们以前的话是站在所谓极限运动的这个部分，所以说来讲的话，可能方向会比较不一样。但是我感觉把你这一套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真的是蛮适合说是在幼童军的这个部分，蛮不错的。我个人还是觉得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来推行在小孩子，因为更小他的接受度会更高。那如果长大之后，甚至我有曾经指导过行李童军，我可以跟你讲，大了之后定型了你打死他叫他上去他都上不了，真的，不管你怎么样刺激他，也不是很管用，而且还变成会很大的反效果。反而说实在，真的在幼小的时候，说实在，我们来做这一项运动真的是非常的棒。所以说真的是可以多多推行啊。而且20几年前，我们那时候说实在，真的也是有疯一阵子啊，也有疯过一阵子。像我小孩子，我自己的小孩子，事实上都有拿过攀岩专科的。而且是我们全台中市好像那一次的考验营里面，就只有我儿子通过而已。真的，所以说小孩子真的待在身边有时候说在跟着爸爸多看多学，真的都蛮管用。等到他可以用得出来的时候，说实在，你自己都会吓一大跳。谢谢谢谢。今天台风夜呢，台中风很大，那台北呢？也风很大，也风很大。晓得你们那里呢？没有，这边无风无雨。真的假的？台中风很大呢？没有，就有毛毛雨而已，真的。毛毛雨是没有啊，再还没有，完全没风。所以我才在怀疑说奇怪，电视在报道说没有那个什么台北那边有风很强，对没有有一些团长还反馈外说
他们那边有就是所谓的已经有所谓的没有，就是台北已经下雨了。对，好，而且那风超大的。那带孩子的话，一般以前的话，我们都会跟行义开玩笑说，以后说实在，台北大楼这么多，我们台中也这么多哦，以后说实在可以去洗那个大楼那个外墙的那个玻璃哦，然后说实在上去的话，听说待遇也很好，我们放个思维，然后来鼓励他。如果说实在这个运动 OK。然后，如果他们真的也很有兴趣，以后也懂得如何去架设这一些，或者去从事这些，也蛮不错的所以说我刚刚听志宇团长在讲说，我们全国说在西级教练才这么少人，我真的吓一大跳，真的会这么少？没有，我那个时候了，我是大概快15年前考过的。对，所以那个时候是只有这样的人数，但现在当然就不一样。现在从事攀岩职业的人比当时多很多，所以现在不一定有这个教练证的人也多很多，而且推广也比以前好很多了。以前人都还是觉得这是危险的活动，那现在比较能够接受这样子。那不错哦，那还是值得推广哦。而且说实在，这个的话。真的安全性如果做得好，将来真的如果有那么一天，用得到哦，真的说实在，救自己一命，救别人，也真的是非常好的。是像志宇现在在讲说，他有2个系统的那种庙在举办这种攀岩的部分，但是。如果是另外一个系统，他们所认证的会不会比较，就是说会不会就比较不会说像志宇团长你们这个系统这么严谨，但是如果要举办专业章也一样 OK 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去以那个系统的最基本的活动这样子去参与，再来教小朋友参与这个攀岩的活动？应该是这么讲，在政府的单位来讲，他们分不清楚。所以这2种对他们而言，他们都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你假设你要去帮，例如说你假设要去帮一些政府的单位去办活动或什么之类的，他搞不懂，所以你不管拿哪一个给他，他都看得出来。但是我们自己攀岩的人就会知道哪一个的公信力是比较够的，对，所以我们自己会去选择公信力比较够的那个单位这样子。那如果是说比较以推广，而且就是说，比方说以太专业的角度的方向来讲的话，另外一个系统的话，会比较能通过。在我们如果去以那个系统来推的话，会不会比较说？以小朋友他来出街的认识这个活动，而且基本上就是说也比较说不会说安全性之类的误差太多的部分，这样可以来实行。应该是这么讲。我个人认为2者的严谨性差距有点大。对，那我自己有碰过对方拿西级教练的过来我这边，搞得我要从头重新教他。对，我举例来讲好了，他西级教练的课程3个小时可以上完，对，在我这里我要用24个小时我才上得完。
哇，对，所以我才说我一直很想去上他的课。我要上20个小时的课程，他可以浓缩在3个小时上完，我非常想要去了解他怎么教的。对，哦，这等一下，样子你的9这样子个小时，真他的3的就个小时很难到哦，用我们没有就是所谓真跟这样的角度去想要去推广，去以他们那个系统来推广这个活动了，因为其实我个人会比较推荐，如果说要去做，例如说攀岩专科章的一个推广，或者是攀岩认识的推广，你还是找现场的攀岩馆会比较好。因为攀岩馆第一个它会有专门的教练，第二个它会有现成的场地跟装备，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我们不用另外去做担心的。我们反而要做的事情是，我要审核哪一间场馆里面的教练师资，或是这个场馆对他们是比较好的。对，那其他的我觉得，既然他可以在那边营业，那代表说他其实是已经有一定的能力了。我们平常有在攀岩者有去爬的地方，他可以在那边经营一段时间，那就代表那个教练其实在那边是有一定的成绩跟水准的。对，像例如说以各县市的攀委会，它通常就是那个县市的选手代表的出来，但现在的都是以攀岩馆为主轴啦，所以我个人还是建议可以先优先找攀岩馆的部分会比较好。那我再进一步了解一下，再来看有没有办法来接触这方面的活动再说。我记得如果以上攀来讲的话，嘉义那边嘉义的运动中心是有上攀场的，那他那边的墙面也是偏小朋友居多，因为当时他刚盖好的时候是那边的承包者是我介绍过去的教练，对，所以那个场地我当时有一点知道，后来他就是那个教练他去高雄开攀岩馆了，所以他现在是把它转借给嘉义攀委会的部分来做经营管理，我目前所知道是这样，所以你们可以去询问看看。好，谢谢。好哦，各位。我们现在时间来到了11点了啊，就是还没有什么？李团长，你的声音没开。哦，好哦，不好意思，长你的声音没开。不好意思，好哦，那个自己团长累了吗？现在晚上已经11点了哈，不知不觉我们把你的时间拖了这么晚，那就是 OK， 不会。对，就是觉得就是真的就是透过大家的这样的提问哈，就是不知不觉也又多了好多的一个新的一些讯息进来。是蛮棒的。那我不晓得说，各位这样子 OK 的吗？如果可以，我想我们就让那个志宇团长休息了，因为就今天就是真的无预警了哈，就这么晚的时间。OK， 所以明天还是要上班嘛，对不对？我们新北市放假。放假。好像全台都放假哦。也放假，现在外面刚好风雨正在飘这样子。白天这边都没有，傍晚还没什么风雨，现在已经明显可以感受到风雨在窗边。我们这边都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哈 ，OK， 好哦，各位要早点休息了吗？小德团长还在吗？凤娇团长。可以了，晚安哦。好哦，要休息了，对，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各位晚安，谢谢志宇团长哦，祝大家台风夜平安 ，OK， 大家平安，晚安，台风夜平安，好，志宇团长有那个邀请你到我们的那个赖群的讲师群里头了，那就是OK 好。OK， 好，欢迎你的加入哦。好的，谢谢您。后续看看我们就再保持联系的，谢谢您的OK， 感恩。好，谢谢。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